上一期我们从政治角度的降维打击聊了蒋介石为什么会4年丢失大陆。那一期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基层动员力上被共军彻底甩开距离的国民政府，但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政治太虚，打仗才是硬道理。蒋介石手里那430万美械师，那些坦克大炮难道是摆设吗？没错，这430万部队是1946年蒋介石下注内战时的全部筹码，而且这支军队海陆空俱全，几乎武装到了牙齿。当时的蒋介石也是意气风发，觉得只需3个月就能干掉共军，一统天下。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430万军队名义上都叫国军，实际上却是一盘散沙。在战场上，国军后勤经常会出现一个奇观，那就是友军在前面打生打死，临近部队却在几公里外悠哉悠哉地抽烟喝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多，山头乱。那多到什么程度，又乱到什么程度呢？多到蒋介石身为最高统帅，恐怕到临走前都没能认全自己麾下的全部山头。今天咱们就深入这支430万大军的后院，扒一扒国军内部的派系江湖。当然，在开讲之前，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先投个票。你认为国军中哪一支派系在抗战中最拼，但在内战中死得最冤？各位，老哥先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若是在民国当将军，第一件要操心的不是怎么排兵布阵，而是你的毕业证是哪儿发的，是不是很奇怪？因为这张毕业证决定了你的出身，也决定了蒋介石是把你当亲骨肉疼，还是当临时公使。在当年，国军高层有3大名门出身：济世关系、保定系以及后来的天之骄子黄埔系。咱们先说这爷爷辈的士官系。这里的士官学校指的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清末明初能去东京士官学校镀金，那绝对是军事精英中的精英。从1900年起，清政府和后来的北洋政府送去了1500多人，这帮人回国后起步就是团长、旅长，甚至直接执掌一省军政，比如云南王蔡泽、山西的阎锡山以及蒋介石的死对头李烈钧。这些早期的大佬全是士官系出身，甚至连蒋介石身边的2号人物何应钦，还有那个长袖善舞的张群，也都是士官系。这帮人的特点就是资格极老，懂政规划，但因为有日本背景，心思极重，这也让蒋介石对士官系是又重用又防范。毕竟何应钦在西安事变时的那种暧昧，恐怕蒋介石这辈子都没忘。而在士官系之后，是撑起民国军事骨架的中坚力量，保定军校系。保定军校虽然只办了12年，却出了100多位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比如白崇禧、陈诚、顾祝同、刘峙、薛岳、傅作义等等。可以说，不管你是中央军的顶梁柱，还是地方上的土皇帝，保定系的校友路基本覆盖了全中国军界。光是在蒋介石最倚重的8大金刚里，就有5个是保定军校毕业的，而且保定系的将领有个外号叫职业军人。什么意思？就说他们战术素养极高，打仗讲究四平八稳，是真正的阵地战专家。但就在保定系如日中天的时候，蒋介石终于搞出了自己的子弟兵——黄埔军校。1924年，黄埔开学，蒋介石当了校长，从此国民党军队进入了校长时代。蒋介石这辈子最得意称呼不是总统，而是校长。黄埔生那是蒋介石的天子门生，是真正拿命换来的血盟。像黄埔1期、2期的小伙子们，升官速度快得像坐了火箭。说句不好听的，你在保定系混了10年，可能才当个团长，但如果你是黄埔1期的毕业生，5、6年就能当上师长。如胡宗南、关麟征、黄杰这帮人，就是典型的黄埔新贵。到了1938年，国军200个正规师里，师长基本上全是黄埔生，但这也产生了一套极其残酷的血统歧视链。黄埔生看不起保定生，觉得他们是旧军阀的残余，思想陈旧；保定生看不起黄埔生，觉得他们是靠校长拍马屁上位的暴发户。而这2派合起来，又都看不起所有的地方杂牌。值得注意的是，在作战中，蒋介石还玩了一手平衡术，他让保定系的老大哥们冲在最前面打硬仗，消耗对方，然后让黄埔系的嫡系部队在后面接管地盘。这种亲疏有别的玩法，在北伐和抗战初期还能勉强维持，但到了内战时期，这
这就成了捅向国军背后的第一把尖刀。因为你把将领分成了亲生和收养，那收养的将领凭什么为你玩命？只是在蒋介石的观念里，虽然保定系能打，但谁让黄埔系忠诚呢？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你是黄埔嫡系，打仗输了没事，撤职留任，过几天换个地方继续当司令。但如果你是杂牌或者旁系，打输了，对不起，韩复洙就是你的前车之鉴。这种偏袒让国军内部形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大家觉得这种唯出身论的提拔方式是不是国军战斗力崩坏的源头？可以在评论区打出你的答案。 A 是 B 不是，他没得选。好，有了这三大校友系的背景，咱们再往深里看，在亲儿子中央军内部，蒋介石为了防止有人造反，竟然把嫡系部队也拆成了三大三小好几个山头。只是他没想到自己亲手扶持的三大嫡系集团，最后在战场上竟然成了互相拆台的死对头。各位观众，我们常说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但在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里，却是兄弟齐心把你本钱断了。虽然都管蒋介石叫校长，但黄埔生内部也分大小山头，最著名的就是那三个让蒋介石又爱又恨的军事集团陈胡汤。首先排名第一的是陈诚的土木系，陈诚外号小委员长，他是蒋介石的绝对心腹，甚至是蓄养子。他起家的部队是第11师和第18军，10+1是土，10+8是木，这就是土木系的由来。而陈诚这个人不仅是军事长官，巅峰时期控制的部队超过50万，还管过军政部、政治部，权力大得惊人。只是他经常利用职权，把不属于土木系的部队强行拆分、撤并，这就得罪了所有人。大家私底下都管他叫陈诚裁缝店，专门捡别人的衣裳。但他有一点厉害，他能搞到最好的装备和最多的经费。接着是西北王胡宗南，胡宗南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老蒋对他那是真的宠。几十万精锐部队放在大西北，美械化程度极高，专门用来防守家门口。其身边聚拢了一大批黄埔少壮派将领，如董钊、刘壮、范汉杰等人，形成了所谓的西北派。这帮人自诩是天子门生，看谁都用鼻孔瞧人。但尴尬的是，胡宗南这支战略预备队在抗战期间出力不多，基本没怎么跟日军硬刚。内战一开，又被共军用运动战拖得疲惫不堪。最后是名声复杂的中原王汤恩伯。汤恩伯虽然也是黄埔教官，但他更像是一个具有强烈扩张野心的新军阀。他在河南、江苏一带大肆扩军，巅峰时期也有4个集团军，40多万人。但汤恩伯的名声在河南极差，老百姓说河南有4灾：水、旱、黄、汤。其中的汤说的就是他的汤部，陈、胡、汤3大集团，名义上都效忠蒋介石，但背地里，他们为了争夺美械装备、争夺军粮补给，经常在统帅部吵得不可开交。除了这3大巨头，中央军里还有3支精锐的小派系。第一是第5军杜聿明的部队，这里要特别纠正一个错误，很多人把邱清泉归为胡宗南系，其实邱清泉是绝对的黄埔嫡系2期，是杜聿明的左膀右臂，属于第5军小派系。他是典型的黄埔精英，打仗凶悍，外号邱疯子，是蒋介石手里的铁拳。第二是第52军，灵魂人物是关麟征和刘玉章。这里还要纠正，有人说张治中是52军的灵魂，这完全错了。52军是关麟征一手带出来的，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但因为关麟征跟陈诚不和，长期被打压。52军其实是何应钦系的铁杆，属于土木系的对立面。第3就是大名鼎鼎的第74军，首任军长是余纪时，那是蒋介石的老乡兼警卫长，这就是后来的整编74师张灵甫的部队，蒋介石的心头肉。还有一个特殊的孙元良，他是黄埔一期，在淮海战役时带的是16兵团。这个16兵团很奇葩，他其实是孙震的川军集团派生出来的变体。孙元良虽然是嫡系，但他在那个位置上得在川军系统和黄埔系统之间左右营援。各位发现没有，蒋介石把中央军分割成了若干块私人领地，好处是这些人互相牵制，谁也造不了反，但坏处是他们在战场上完全无法协同。在1946年的大整编中，陈诚作为参谋总长，
搞了一次精兵简政。实际上，他利用这个机会疯狂扩充土木系，打击其他派系。他把很多战功能卓越的杂牌军番号取消，把他们的士兵塞进中央军。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那些地方实力派心想，老子抗战打了8年，没被鬼子消灭，反倒让你层层给吞了。于是，这些地方军阀开始消极怠工。在孟良崮战役中，张灵甫在山上求救，作为友军的李天霞竟然因为跟张灵甫有私仇，只派了一个连带的几部电台在那儿假装进攻。而在外围的汤恩伯部一看情形不对，也借口遭遇强力阻击，停滞不前。这时候蒋介石才发现，他的嫡系已经变成了一群只会伸手要钱要官，却不肯拼命的利己主义者。那么那些被蒋介石边缘化的地方，杂牌又在干什么呢？聊完蒋介石的嫡系，再来看看那些杂牌军。在国军的430万大军里，除了90多个师的嫡系，剩下的全是各路地方势力的家底，桂系、川军、晋绥军、滇军、西北军等等，派系多到蒋介石看名录都头晕。这些派系里最横是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这对广西双雄，是蒋介石一辈子的阴影。桂系军队外号钢七军，北伐抗战立下赫赫战功，战斗力强悍的惊人。白崇禧人称小诸葛，战术指挥艺术那是超一流的。老蒋对桂系那是打又打不过，撤又撤不掉，最后只能采取借刀杀人之计。什么意思？就是打硬仗，送死任务，先给桂系发饷发美械，先给嫡系。但白崇禧多聪明啊，他一看蒋介石这套路，立马学会了保存实力。在抗战后期到内战期间，桂系军队基本处于你求我打我才动，你坑我我就撤的状态。再说一说吴川不成军的川军，抗战中四川出了350万子弟，牺牲最大，但川军在国父眼里是什么地位？杂牌中的破落户，武器差到什么程度？老旧的汉阳造，甚至还有前清时期的土炮。蒋介石为了控制四川，利用各路川军将领之间的矛盾，大玩分而治之。他派中央军进驻四川，名为协助，实为接管。川军将领刘文辉、邓锡侯一看，这蒋介石哪是来帮忙的，这是来抄底的。于是，在1949年最后的关头，这些川军将领曾建制地起义。蒋介石的西南堡垒瞬间崩塌，还有西北的马家军、山西的阎老西、云南的龙云，这帮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生存逻辑，那就是枪杆子是我的命根子，地盘是我的摇钱树。蒋介石要求他们去拼命，他们心里算的账是：我打赢了，蒋介石会派中央军来接管；我打输了，我的本钱就没了，左右都是死，我为什么要替你卖命？最扎心的例子是东北抗战胜利后，很多东北军旧部想重回家乡，但蒋介石和陈诚一合计，觉得这帮人不可靠，不仅不重用，反而大搞裁员。理由是由于抗战表现不佳，这一下几十万东北军士兵心都凉透了。结果呢，这些人转身就投了对面的林彪。林彪能在东北能迅速做大，蒋介石和陈诚这种自断经脉的操作功不可没。这时候国军内部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死循环，老蒋不信任杂牌，所以削弱他们；杂牌被削弱，所以对老蒋离心离德，因为离心离德，所以战场上见死不救，因为见死不救，所以老蒋更不信任他们。这种信任崩塌，在1948年的3大战役中演变成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观。派系斗争造成最严重的后果体现在淮海战役，这可是赌上国运的生死战。蒋介石布置了80万大军，美械如山，但在指挥部里，各派系的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总司令刘峙，人称诸将，是何应钦系的元老。蒋介石用他是因为他听话，但他根本压不住底下的骄兵悍将。他底下的将领如邱清泉、黄百韬、孙元良，谁也不服谁。当黄百韬被围时，邱清泉竟然借口主力太大，迟迟不肯增援。而坐镇华中的白崇禧手里攥着几十万大军，面对蒋介石的求援电报，更是直接回复没空。白崇禧心里的算盘是：如果你蒋介石在徐州输了，我就能逼你下台，让李宗仁接班。你看，仗还没打完，自家人已经开始分遗产了。更绝的是蒋介石的大脑。
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其实是共军的人。郭汝瑰利用这些将领之间的派系矛盾，轻描淡写的画几个箭头，就把这些王牌军送进了死胡同。这些将领死到临头，还在互相埋怨。黄百韬临终前留下一句狠话：国民党要亡，就亡在这帮自私鬼手里。1949年，蒋介石撤往台湾，他在日记里痛心疾首地写道：由于养育完成之党国，而由于之手毁灭之派系的存在，让国军从一支现代军队退化成了中世纪的雇佣军集团。他们有最先进的飞机大炮，却没有一个统一的灵魂。正如我们在政治篇里讲的，没有强大的基层组织和信仰，这些派系将领就只是在为自己的小公司打工。当邱清泉、杜聿明这些职业军人发现自己被派系斗争绑架时，他们的战术才华也就失去了意义。430万大军就这样在内耗中一点点被消磨殆尽。蒋介石撤往台湾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取消所有派系，他撤了层层的兵权，软禁了孙立人，打散了所有的地方诸侯，他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军令统一，但代价是他失去了一整片大陆。好了，看完国军的派系斗争时，你是否有新的感触？蒋介石的失败究竟是权术的失败，还是时代的宿命？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